明年所有的宇宙能量从外部开始往外移转，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把握最后2023的这个尾巴，在向内收拢的年份，我们好好的把梳理，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对你的事业、你的关系、伴侣关系等等，再进行一次梳理。然后明年有很多机会，你可能是可以把目标放在某一些全新的发展上面，也可以是趁着这个直上的契机来俯瞰一下你的人生，然后好好规划我们下一个5年、10年，我们究竟想要在什么位置上。2024流年心法就是我很早就写下来的，就是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凯老师。耶，大凯老师又来了。我们今年呢，现在破题就是我们要先讲2024流年契机。2024这么震慑我了，吓到我了。不是吗？不是吗？是，我们今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讲流年契机。对，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因为往年我们都先聊嘛，对不对？先聊过去，然后什么？我们今年有要先聊过去吗？我觉得可以带到一下可以带到一下。对，你们想听吗？可以。我们当然想听啊，只是我刚刚突然觉得说，我们直接进入这个2024，感觉怪怪的。我一直觉得明年其实是真正全新的一年，我不晓得为什么。是，就是这几年我都觉得说它只是在一个like 沉潜期，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明年一定会更忙的原因是这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转换，然后沉潜，然后准备要起来，这种它就是一个流动嘛。那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觉得是明年是真正的一个新的一年。你知道你现在讲这个内容超级道家对，就是其实你就可以讲了，因为你刚刚讲的其实已经就把我们这几年聊的流年契机其实就回顾了一下嘛。因为我一直说就是道家的人他在观测宇宙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每次有人问我说道家是什么，那我通常有几种答案。譬如说我有时候会说道家就是古代最会生活的一群人，是因为生活对于道家来说非常重要。譬如说在讲流年契机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从另外一个观点，我会说古道家就是一群最会观测小我和大我的关系的人。因为你知道我们会一直受到整个宇宙的大我影响吗？对，那这个宇宙的大我影响我们的小我之后呢，那因为道家人他非常的在意性命双修，是他认为我们的身心灵要一起提升嘛。对，那所以他就会很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大我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小我有什么影响，是很细的哦。我讲一些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譬如说道家的养生术里面有节气养生，就是根据节气我们可能吃不同的东西啊，甚至改变我们的很多习惯，你就会知道说春夏秋冬它可能连睡眠习惯都要改变。对，其实很简单，就是随着宇宙运转的状况，你改变一点点作息，去符合这些大我的流动，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小我去观测大我的契机。那这个对道家来说就是很有趣的观察。那你顺应这个契机去做很多事情，用白话文来说就是你顺着宇宙的节奏在做，那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对，那如果你可以更深一层的借由这样的宇宙契机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当然就更好。所以我们就讲从2020年开始，我那时候在讲2020年的流年心法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哇，接下来的几年可能大家会非常的不习惯，我甚至说可能会绝大部分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2020年之后的流年契机呢，整个宇宙的气息就转变成一种向内收拢的趋势。那这种向内收拢的趋势会给大家很大的冲击。因为你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我们的注意力其实都是放在外部的事情上，就是我们譬如说小朋友就放在学习上，我们大人就放在工作上。
那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很习惯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外在的物品上，外在的目标上。所以当这个气息马上向内收拢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受到很大的震荡。那所以从2020年开始，整个气机向内收拢，所以我在2020年就说，接下来的几年会是非常多人的身心灵元年，因为向内收拢的过程，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还没准备好的状况下，就去真的遭遇了很多人生很大的课题，伴侣关系、工作形态的改变、身体的健康，像是我去年跟大家分享的，我照顾爸爸父亲等等，都是哇人生很大的课题这样。那所以我就说他会是那几年会是身心灵元年。那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以道家的观点，这没有价值判断哦，因为它就是道的一部分，就是宇宙一个像婷婷刚刚讲，它运转的某一种flow， 某一种流动这样。前几年都是这种向内收拢型的，所以在向内收拢的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刚好就顺着这个契机做很多往内关照的事情，譬如说你真的可以趁机去检视一下你的儿时经验啊，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的伴侣关系啦等等，你内在的委屈啊、害怕啊，那如果你前几年就是有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说前几年这些痛苦的事让你重新经验这些事情，那我在去年来的时候，我就一直鼓励大家嘛，就是这些痛苦的事情你一定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从道家的角度，就是它都是我们愿意体验的，是对。然后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可以知道说，哦，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它会成为完整的婷婷的一部分，完整的大凯的一部分，完整的 Hank 的一部分，它就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然后你在当下你也不会那么痛苦。那明年可以说是好消息吗？明年的流年心法，明年的气机运转，它就会从这种向内收拢到了极限之后，它又重新开始向外发散和扩张。所以其实明年对很多人来说，它会比较轻松，主观上的，因为整个宇宙的意识，它的比重就从内在靠拢，它变得又比较移向以前外在的目标。所以我就说明年会是很多你很习惯的某一些价值的重现，譬如说要成功就要努力，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栽，就是这种很传统的你习以为常的价值，明年就会又会开始从这种流动开始。所以明年很多像婷婷刚刚就讲说，你的感觉就觉得明年好像会是全新的一年。对，为什么？因为你这几年你可能真的做了某一种梳理。我刚刚就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呢？其实的确应该是说，我经常去观察整个社会的氛围。你看道家人啊，小我和中我大我的关系啊，应该是说我喜欢观察整体社会的氛围，它现在是往哪边去，然后大家大概都在思考什么事，那因为我好奇，那我就会去观察。那这几年2019跟2020，我觉得我观察到了一个程度了，是某种程度上，后来我就真的就比较少去观察了。我从2021吧就开始比较往内，就一直去观察我自己，因为我已经观察外面观察完了，所以我就观察我自己，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才会做一些决定，譬如说我们可能把餐厅收了，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你刚好你看你就顺应了这个契机，做了对的事情。在我看起来就是这样，就是当初就是譬如说我很喜欢你们的餐厅，对，那你们餐厅那时候收起来的时候，可能也面临了某一种痛苦。对，我在想，对，那我不晓得你们那时候记不记得，我一直跟你们说没事，就是因为其实这是一个超棒的梳理。因为有很多事情，无论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断舍离也好，对，这些都是很棒的事。尤其是你刚刚做的这些观察，就是真的符合我们道家的从2019、2020来观察的这些契机。然后有一点非常有趣哦，像我今天在楼下遇到婷婷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你变得很敏感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如果待会有机会在练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更多，因为很多人都在敏感这件事情上练功变得更敏感，或者是自我觉察变得更敏感。他可能有的人是遭遇到很多困扰，譬如说我遇过很多人，他敏感到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相处譬如说像婷婷，你看你就觉得说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可能能量或气场比较污浊烦闷的人，你可能会忽然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对，那你想，如果这种状况再大一点，我遇过很多人开始进入某一种练习之后，他就敏感到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相处。对，那这个在道家的方法论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而且道家对这种状态有很多观察。那所以从2020年来这种收拢的气息，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是真的有很切身的感受。那如果有了这个感受的话，因为现在还没有2024嘛，我觉得在2024之前我们都可以再重新爬梳一次，就是这些年我们遇到的这些课题，究竟要成为我们的哪一部分？对。那如果你有想清楚这件事情的话，明年真的你会越来越忙因为你就准备好了。我觉得是。对，然后所以当你准备好了之后，你就会符合我现在要讲的2024的流年心法。2024的流年心法就是扶摇直上。对，就是扶摇直上。你看你通灵了，已经被你破梗，你的脸书已经写过了。扶摇直上。所以你知道我看到婷婷的脸书发的那个贴文写扶摇直上的时候，我就私讯给他说：哇，你通灵了。因为其实我每年大概年终以后慢慢过了8、9月、7、8月、8、9月，其实我就会写下明年的流年心法。所以其实像现在做的这个卡，明年的这个卡，它的2024流年心法就是我很早就写下来的，就是扶摇直上。然后哇，来上你们的节目之前就已经被破梗了。对，吓死我了，笑死。对，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这2年啊，去年跟今年，说真的，2022跟2023，我真的比较专心在自己身上而且是非常专心，因为我们没有额外的社交嘛。是不是很滋养？其实是真的是是，我觉得是啊，而且真的状态变很好然后因为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啊，你上面有写一个顺势而为。对，因为他最后一句叫做随着甲辰年古道家仪轨，我们当顺势而为，坚定信念，全力奋发，一步一步进入丰盛的旅程。你知道我看到顺势而为的时候，我吓一跳为什么？因为我今年认认真真的领会什么是顺势而为。是因为以前常常会听人家讲，对，那讲完之后其实你没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什么是顺势而为，然后就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虚的词汇而已。对，然后今年我大概年中，在中秋节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突然知道什么是顺势而为，而我也真的是在练习这件事。我以前是一个比较叛逆，喜欢逆流直上，对，一部分是这样，然后我就很也是坚定信念，还是坚定信念，但是对，我相信自己的信念。可是我今年学习到的那个顺势而为是，我不去强求，然后我也不去，我去认真的看待每一个给我的机会，在我面前的机会，我能够我就去抓，而我不能够我都不强求的。是，就是我不会，我以前是很会强求的，就是我希望要怎么样，然后我就一定要，就是强摘的果子甜吗？强摘的果子就是不甜，对，有时候不一定吃得到。对啊，我可能还吃不到，所以我那个心可能就会一直揪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多事情怎么不顺，对，开始检讨为什么摘不到。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它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什么问题都不是，那只是说不在那个事里面。对，但是还是要小打岔一下，就是说坚持自己和顺势而为，它其实是完全没有冲突，是，对吧？对吧？对，没有像
你现在已经经由这几年的，你就知道它其实是没有冲突，是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自己，只是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事，就是道家讲的气机流向，它真的就是它是一个看不见的，但是是某一种流动的节奏。你顺着这种节奏，真的就得到了某一种整个大宇宙的帮助。所以像这几年，我就说它向内嘛，对，这几年向内，那并不是说向内你就不能够创业哦，其实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如果这几年你仍然是处在创业的过程中，你这几年很容易遇到的事情，就是它可能会让你是譬如说检视组织结构，好，或检视你的整个架构等等，它可能如果你在趁着这个事做这个事情，其实这几年也会获得很丰硕的成果。那只是对相较于马上要来临的2024的流年心法扶摇直上，明年就会有很多像我2023啊，我那时候在讲流年心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嘛，那这样向内收拢会怎么样？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对我们内在的事件，就是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很多我们根本就还没准备好，可是它就赤裸裸就发生了。像我身边很多人跟我一样遇到可能至亲要离开，哇，我相信生死的问题绝对是很多人的大魔王，对我来说也真的是其中一个。那很多人可能是事业上的大转变，然后很多人是伴侣关系，像我之前有很多朋友遇到伴侣关系，那我那时候就有讲说，在外部的这种事件上看来会有什么，像前几年这种收拢型的契机，它其实就非常不利于某一些你的内在审视很空洞的，譬如说某一些诈欺成分的创业啦，或者是某一些虚假成分的创业啦，快速的爆红啊，就是如果你是前几年是做这种操作的，就很容易譬如说网红会人设翻车啦等等，就是前几年其实是非常不利这种事情发生的。那明年2024，因为它的整个契机等于是某一种反转，它从向内收拢又重新回到了外部的这个扩散，这样。所以明年你很可以预测哦，从明年开始，明年后年会又有创业潮，而且会有非常有可能会有某一些很跨时代的，无论是模式或者是发明会被发明出来，这就是这种向外扩张的年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前几年你真的梳理好了，那我觉得恭喜你，你明年可能又可以做下一波顺势而为的操作。对，如果婷婷和 Hank 你们准备好了，那你们明年就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们经由这2-3年的沉潜和梳理，你们明年更想做的方向要摆在哪边，明年是非常适合做这个决定的。但是前提就是你遇到的这些大魔王真的已经变成你的一部分，变成你的力量了，对，那你就准备好了。对。那如果过去在向内收拢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得很好的人怎么办？随时都不晚啊，可以马上开始，这个终究会是我们都需要面对的部分。那很多人，我们去年不是又再聊一次不放大不缩小吗？对，你知道很多人是他故意先不看见，是不看见的理由真的太多了。大魔王太可怕了，我打不过，我干脆先连看都不要看到他，或者是你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当下你根本就觉得他不重要，你就只先想摆在某一个点上，那这个都没有对错，但是他终究以整个生命的圆满来说，你对他视而不见，他就是不圆满。那只是前几年的宇宙气息，刚刚讲的是会让你可能就算不想看见他，可是他却 push 你就去面对到了。对，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只能提醒你，就是还是要开始，因为你知道明年我就说了，明年它是又往它的比重从这种向内的，它宇宙的比重又放比较多到向外的这个外部事件去。那你知道人们很多时候在忙碌的时候，或在成功的时候，其实不得不说，你看在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你在生命最痛苦的时候向内看到的最多，对，向内感知的最深刻。
对，那如果你一旦没有了这个机会，或许对我们的整体生命来说是一种损失，你就损失了一个那么痛的时刻，可以好好的看到某一个点，或者是终于你有机会，你本来不敢触碰的，可是你愿意触碰了。所以如果你前几年你觉得你好像还做得不够好，我觉得可以每天都给自己一点时间，把我们这几集再重新播一播。对，从2023再看一次。对，我等一下把那个前面几集都把留言那个在留言板，没错，对，想一下在资讯栏。所以你看，是不是跟道家人讲的一样？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同个时点上。像我都觉得，虽然我觉得我认识你们，感觉认识超久，但是我也实在无法回想，原来我们有4年的年末，我们都坐在这里。对啊，对，他刚刚才说， 4年了我每次来都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哦，对啊，因为要跨一个，要跨一年了。那我们对于这2024扶摇直上还没有其他的解释呢？其实还有的，因为像这种根据外部听起来好像感觉直觉是比较物质一点，好，就是比较目标导向一点的性质。可是其实不光是这样子，扶摇直上呢，它其实宇宙它从内部型的，其实虽然把你推到某一个比较发散和外部的部分，但是或许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前几年收拢型的契机比较是让你有很多事件措手不及，或者是它忽然发生了。你看我们全人类发生最大的问题就是 COVID-19 啊，谁想过我们有可能会几个月待在家里？从来想都没想过，可是它就是真的就发生了。然后我们就好像是那个末日电影一样，大家都在家里，然后我的国外朋友先关了嘛，还赶快打电话，我就说你不要这么笨哦，台湾快封了，你不要快封城了，你不要去买米哦，你要去买酒。等一下是什么内容？对，我的那个国外朋友就是我跟你说，买酒，对，他就说粮食一下就会补充，酒会被大家抢完。蛮有道理的。对，就说赶快叫我先去买酒，这样。你看我们就是这感觉是不可能发生，它一下就发生。所以前几年比较容易是遇到这种，可是明年虽然它的气机向外发散，你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譬如说你觉得说没有啊，那我明年我可能没有想要创业啊，我没有要工作啊等等，那怎么看待明年的这个契机？其实你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是你或许可以从更外部或更高的制高点来重新梳理你的目前的人生，这也是一个方向。你说俯瞰吗？对，上帝视角俯瞰，因为你知道，当你今天忽然有一件事情 push 你去面对它，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疫情，譬如说我前几年的照顾爸爸，你知道在当下事件发生的当下，要俯瞰超级难哦，超级难，因为那个痛苦太大太真实了，很难抽离出来看，很难抽离。但是明年或许就提供你这样的机会。明年虽然是整个 percentage 它从内部移到外部来，但是它其实宇宙就帮助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俯瞰和抽离。明年如果你并不是想要创业啊，或做什么样外部目标的导向，你仍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在你自己身上。只是他可能跟前几年做的就不是单个事件，或者是我刚刚讲的童年的经验、伴侣的痛苦，或者伴侣关系，或者是某一些金钱能量的议题，它可能就不是这种单一事件。明年开始就很适合为你的人生再重新回看，然后梳理一次，去梳理那你接下来的可能5年、10年，你想要为你的人生成就什么，或者是达到什么舒服逍遥的太阳，其实明年开始也很适合做这件事情。但是前提都是你前几年已经把这一些遇到的功课，你有汲取到养分，感觉明年很适合订定这个新年新目标。新年新目标，人生的目标。我就说这个目标不一定要是外部的。对，所以当这个扶摇直上，它也可以是某一种在
我刚刚讲的俯瞰和上帝视角，它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比较 holistic view， 就是全观的角度去检视你自己，在你生命的洪流当中，你老公跟我好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挑战？但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困难。俯瞰其实真心说比较困难。因为你在地上，你是匍匐前进，你其实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边啊五线啊啥，利用快啊，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晰。可是俯瞰的那个视角，你必须要脑袋很清楚，你才可以看得很清晰。而且你还要不放大不缩小。对，我觉得俯瞰这个视角不容易。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顺势而为啊。因为你知道我就说前几年收拢的太阳比较像是把这些事件挤到你的面前，挤到你的生命来，你的前面全部都是它。对，你很难俯瞰。所以俯瞰很困难，我们晓得。但是从明年开始，它会比较轻松。跟前几年，所以这就是顺势而为的重要性。你问我道家的人最会什么？我其中一个答案就是道家人最厉害的就是观察小我和大我的关系。他知道我们借由这种事，借由这种宇宙的频率和流向，它会让你更轻松自在。那就是道家最终极的追求嘛。大家最终极的追求就是我们希望既轻松又自在，既逍遥又洒脱，无忧无惧，祥和笃定。对，有我觉得那个就好像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想做一件事情，内心会有个欲望啊，然后你就很希望赶快达到，你就会有一个，就像前几天跟他聊一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开始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很急的一个，很希望赶快就多一点听众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当你内心就很急，你就会表现出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状态跟气场出来。是，对，那慢慢的话，像这2年，今年开始，我觉得就我们处在一个状态，就是越轻松，听众越多。对之类的，就你已经不再追求那个东西的时候，对，反而有时候会更好的结果跟效果。我相信。对啊，而且我们一直就是今年我们2个人也可能是因为去年的沉潜嘛，然后像今年我们遇到很多的也不能说困难，而是需要过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关卡吗？还是就是打电动，你一定要破这一关，你才可以去下一关。然后我们就很专注的在破关，是。然后在破关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变成很自在的在破关，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们前几年，我们可能每一年都是用一种好痛苦的在破关的那种心情，然后我们今年就每一关也不是很轻松的，其实，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自在。心态上就不太一样。而且像这种状态，你就会发现，虽然你很忙，但是你的忙是很开心的。对啊，对，这是最棒的状态。而且就是满足，是有一种满足感，就是你觉得你在对的路上那种感觉。没错，这真的很棒。对啊，但是也是要经历过前面有很多不对的路。也可以这样说了 ，Well anyway， 就是你知道车开到不对的赛道上面，也是啊。但是我觉得没有白走的路，因为你理解了很多。对啊，没有白走的路，因为这些真的就成为你现在自在的养分啊。对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前面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所以还是要跟现在正在听我们聊天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还是觉得你目前的生活很痛苦，你真的一定要常常想起我说的，我最常跟同学说的就无非几句话。第一，就放过你自己。对，你一定要放轻松一点。譬如说3年前、4年前，我们刚刚讲2019、2020，那时候的痛苦，我相信是绝对存在的。你看当时你多过不去的坎，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说，哇，我们都好轻松满足哦。对，你会知道那个它好像不存在一样。当下明明就要压垮我们的那个东西，它其实
它一下就过去了。然后而且它真的带给你很大的帮助，所以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多大的痛苦，都请你深呼吸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要放过我自己，然后告诉我自己说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更好的我的一部分，就会变成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它会变成你生命的沃土。真的，如果不确定的，等一下我们底下有连结，你可以去看几年前我们的脸看起来是不是比较晒？对，绝对是看起来跟现在跟现在有没有不太一样？有练功的人看到可能更不一样。等一下我们把2021、22、23四场的那个脸看起来贴在一起，不一样。看那个明显有看好款我，对吧？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对于你来说，你会怎么解释坚持跟固执？它有差别吗？那如果它有差别的话，它的差别在哪里呢？我很直观的，我会觉得坚持是你非常知道你的某一个信念和中心思想或者是理念，然后你为了这个理念去做最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坚持。那我觉得固执是你因为你的某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很无名的任何的反应，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直觉的要或不要，那就是某一种固执。对，我就会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坚持的样态是一样，但出发点是不一样。对，我觉得最后的样态可能非常像，但是过程在我的心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什么又是执念呢？我觉得执念就很有趣哦，执念会在坚持和固执中，你很可能都会用到。你知道用佛教的思想，你知道佛教人有很表面的6个意识嘛，眼耳口鼻舌身意，是，然后会透过第7意识还有第8意识，它会连接在一起。那刚好第7意识很多人当然它有好多种翻译啦，但是有某一种翻译把它翻译成某一种污染或者是执念执着，就是当我们在无论是坚持和固执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用到某一种执着，只是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执念它的来源究竟是你基于某一种中心思想而你所做出的努力，还是你只是基于某一种反射所产生的这种固执。执念就是这一个太阳，只是它背后的来源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执念只是那个念头了，但是还是起源到底是什么？你要坚持，你还是需要执着的这个念头。那你在固执的时候，你还是有执着的念头，可是这个2个执念的本质来源都还是不一样，但是它的确都是某一种执着的念头啊。道家我们一直讲以假修真，一直讲归心一处嘛，就是你开始真的有一个机会，无论是利用道家的茶道、香道、丹道、气道，你开始把注意力有机会放在一个东西上，或无论是那个东西是一个仪式，比如说茶道课可能是一个连续的仪式，开始练习把你的意识真的稳定在一个事件上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的身心会获得很大的逍遥，他就终于有机会好好休息了。理解，这个完全同意，这个非常同意。就是去年也有讲以假修真这件事情。对啊，就是你在一个仪式里面去修炼你的内心。你知道有很多道家人会把这种执着设定成他某一种仪式的一部分，譬如说你的设定可能是我每天一定要吃到娘家旁边那家早餐店的肉松蛋加大冰奶，大冰绿。好，加大冰绿。你可以把它设定成就是说我每天出门之后，然后只要吃到肉松蛋加大冰绿，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我那一天上班就会比较顺利，或我那天就怎么，很多人会把它变成这个仪式的一部分。你知道像很多人拜拜嘛，他会每一各门各派不一样，很多人拜拜会把什么东西拿着围香炉，什么顺时针绕什么3圈啊，或什么。然后当然很多人就会探讨为什么要顺时针。
好，那你知道哇，这讲法超级多，会讲到甚至讲到量子纠缠之类的。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时候仪式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它就是当初设定这个仪式人的一个执念，然后这个仪式一旦被执行了1-2千年之后，它就汇聚了好几千万人的念头，然后一起执行一个相同的仪式。那个仪式本身就会产生力量哦。而且它就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文化，对，就会产生力量。OK，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当时在做开这个节目的时候，开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就很坚持在哲学，然后身边在好几个人，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那就没人要听，你做这干嘛？你那个就是没有人会听的东西。就是市场就不在那儿，市场就是你一定要好笑的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啊。我说那些东西就我没有想做，而且我也做不来啊，吃播对啊之类的，我就做不来嘛，我就是没办法，我又不是那块料，那我只能第一个会做我想要做的事，而且我在开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个是市场有需要的事，这个是我当时在想，那我就很执意的要做这件事，然后这个频道要怎么样，这个节目要什么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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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节目失败了，我是不是就是固执了？那如果这个节目成功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坚持了？这个其实变成是一个结果论，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固执还是你是坚持。当然啊，因为你从外观来看，当然就会得到外观的答案。可是我们刚刚第一个讨论是从主观出发的，对，这个答案只会有你自己知道而已。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因为你的理念，因为你的中心思想而付出的努力，还是你只是因为你的完全无名的情绪给的所付出的，反正这个是只有你自己会知道。虽然可能最后的外观也可能一样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从主观出发，你可能是坚持，可能是固执，但是你坚持固执都可能成功，你坚持固执也都可能失败嘛。但是这个从主观和外观来看的，最后的得到的答案一定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对啊，因为像你刚刚婷婷讲的，就是看自己的一团迷雾。我还记得我们好像第一集就讨论过很多可能是外在人给你的期望，就是你的希望，或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许，究竟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这辈子都还没搞清楚。是，对啊，不容易，这个是不容易，很不容易分辨，真的很不容易。我只是在觉得说，人生它总是有一个层次的啦。是，我们应该要把那个层次拉开来看，是，而不是只专注在某一个点上，那就太无趣了啊。顺势而为，明年以后很适合做这件事情啊。顺势而为这4个字真的是要深刻的体会，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听是完全听不懂的，真的。我以前听是觉得这是根本就是干话，就以前真的会觉得这就是干话，对，不懂。那你今年懂了吗？还在摸索感受它当中，但是比较多感受。我跟你讲，我前几个月跟他讲的时候，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对，我太棒了，我觉得我要发财了。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是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其实我很早以前，应该是说我很早以前就顺势而为了。对。但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人常喜欢逆流直上，拖累了你。对，然后忽然没有，他终于也感觉到顺势而为。对，忽然有这位仁兄有一天跟我说，他感受到什么是顺势而为。太好了，那你就真的难怪你说你要发财了，出文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幸福来得这么容易吗？幸福来得太突然。我努力了一辈子，就这一天就忽然他感受就来了。太棒了。笑死！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笑死！所以你现在怎样？你觉得你在等我领悟吗？不是，不然你在陪我长大吗？也不是，没利息是好好说哦。我觉得应该是说，
有时候要完成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理解到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就可以成就的。那有时候你进度比较快，你就停下来等一下其他人跟上，因为到最后只有一天是所有人的速度一样前进的时候，他才会往前进。好的，来，那我们琴瑟和鸣，我不想管他，我们现在因为他没有我知道他在他没有我他没有理我的意思，跳过，称赞他没有理我的意思。跳过。对，他现在在夸奖他自己，懂吗？你有听出来？对呀，走的比较前面嘛，对嘛？停下来等你。嘿妹，讲的，没有，因为你干嘛等我？你腿长，你跑得快是没有用的，是，因为你玩的是两人三脚，我听你在放，脚是绑在一起的。我听你在放加嘎你不是跑大队接，很会你不是跑100公尺，你也不是跑大队接力，你现在是跑的是两人三脚，少在那边。你懂吗？一样是运动会，但是报名的项目是什么？你要我搞清楚白眼。翻到太平洋去了。但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说，那道家怎么去看善恶呢？道家怎么去看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恶呢？有吗？有这个道家会有看待这种东西吗？道家其实没有特别讨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大的问题了。对，所以这真的，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善恶，它都跟我们刚刚讲坚持和固执，它都有从主观和客观出发点。因为譬如说，你知道可能在某一些观点之下，他所做的行动，譬如说萨诺斯好了，你们看那个终极之战吗？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超级英雄的电影，然后萨诺斯是大魔王，他想尽办法收集了宇宙的各个宝石集在一起，只为了弹指把所有宇宙的生物消灭一半，因为他根深蒂固的觉得只有把所有生物消失一半，所有的生态才会回到平衡上。对，他就这样想。那对于所有被杀死的人，还有就存留下来的亲人，萨诺斯的那个弹指无疑是终极的恶啊。对。可是萨诺斯从主观出发，他就认为他这是对宇宙最好的做法，所以所有的善恶都会从主观和客观得到不同的评价。所以道家的人比较注重的还是在你本身的那个当下，这是道家比较的中心思想，希望你用这个方式来安身立命这样。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主观跟客观吗？我觉得有，只是它的界限很困难，因为所有的主观都受到强烈的客观影响啊。对啊，所以它就是界限是真的很困难的。对，那如何分辨呢？真的很难。从道家的练习里面，你就是要先从把注意力收回来，然后开始做觉察开始。你知道道家有一句话讲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看见，其实后面都是徒劳的。你要先觉察到譬如说我们在讨论我们随便举个例子譬如说我讲愤怒好了，我如果是一个很易怒的人，好，你想改善这个问题，那当然各门各派就有各门各派的方法，但是道家的方式就是他会先让你的气息稳定下来，然后导引你去关照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易怒。往往过程很有趣你知道它会像剥洋葱一样，你可能练习了3个月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说我就是因为小时候怎么样，然后所以我现在这么容易生气。看到是非常棒的开始，因为你知道你一看到的以后，你之后易怒的状况会马上减少很多。因为你就开始觉察到你有生气这个问题嘛，所以当你的念头每次要开始暴怒的时候，它会被你更容易的发觉觉察到，那就当然自然就降低了你愤怒的那个机会。终至于，但是我的经验是，你知道这是很有趣，可能你1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这么容易生气，其实跟我一开始以为的那个儿时经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所以其实
练功就是一个反真的过程，他就是一直去关照那个最原始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就说要怎么分辨，道家的方式就是透过自我觉察去看到那个不放大不缩小的念头情绪和自己，就是道家的方法，但是真的很困难。你刚刚讲那个我有感觉的，因为我觉得像我们一开始在看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去想说，哦，他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但是你必须要透过不停的验证，不停的去感受，不停的去各个遇到不同的状况，然后生气，然后再去确认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那很有可能根本到最后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个东西。是，而且就是说，再者就是因为我要说，道家不是叫你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哦。道家是不希望你把你的情绪放大缩小，所以道家不是不能生气哦。你虽然，比如说大家看，我觉得我很少生气，的确，但是道家不是不能生气，道家是他希望你去看到源头，那个不放大不缩小的源头。你知道善恶的标准真的很多，你可能从法家，从儒家，你可能从各种不同的宗教，你可能从佛教，可能从基督教，你就会马上看到完全不同的善恶评价。是啊，所以我疑惑。所以就是这个真的很困难。我刚问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哇，然后我真的是很大的问题耶。他都在想这种大问题，然后困没起啊你。对，然后就是我都说不要吵我现在在思考。可是我就是好奇啊，我真心好奇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妙，因为我经常在来回这样看，我可能看别人在评论我们的时候，或者是看别人在说他怎么去他的感想是什么，他的心得是什么，他看完这一集以后是什么，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他都是每一个人的主观。他就是那种人家留一个言，然后他就有8000个问题的那种。那你会回复他吗？我不会啊，他不会，因为我看不懂啊。然后他就会问我，然后就会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留言？但他留言他在跟他自己讲话吗？其实真的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主客观真的超难，因为你知道譬如说你看不懂，你像我曾经试着在下面跟他讨论，对，我发现他接下来的回答其实跟刚刚的问题好像无关，完全无关，对，无关。第一个问题的意思，对，然后你就不晓得怎么讨论下去，对，很难。我其实是看不懂所有留言，我几乎90%的留言我都看不懂，然后所以我每天都问他这什么意思？他在说什么？我为什么看不懂？然后就说他可能他就会说他其实是在讲他自己的心情，然后他自己的故事。的确，他就是字里行间都已经把他的故事讲完了。是，然后我就说哇塞，那他有发现吗？对，他可能也没发现。他可能留完言之后，他有更了解他自己一点，也或许没有，对，但这个就是一个盲点啊。那我就在这件事情里面，我就看到好多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自己的，从内而外跟从外而内。我从内而外怎么去观察我自己？在内的时候我怎么观察自己？在外的时候我怎么去观察我自己？从外而内的时候我又怎么去观察我自己？这些东西一样，它终究是回到自己身上。可是因为内跟外它的方向性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好有趣。然后我就开始跌入这个哲学辩论里。对，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想了好久。然后我就逢人就问啊。因为我也没答案，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录完一集节目，我们感觉好像整理了某个疑问，但那个疑问也不见得，它会造成更大的疑问。对，那个疑问也不见得录完节目就能够得到解答，通常还是需要过一阵子再回头看，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当时会有这样疑问，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什么状况卡在某个地方，所以我的疑问，所以那个问题本身说不定也不是最重要的，没错，说不定是我那时候的状态。没有，但我很 enjoy 这个过程。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我领会的那一刻，就觉得哇，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感觉又打通了一条，这样是感觉很舒服。对，如果在古代
如果你是加入僧团的话，你一定会是高僧，高僧高僧哦，你说那个僧团是吗？那个僧团因为很多僧团是需要辩经的，是对，因为就是在辩经啊，或者是禅宗啊，互相在辩论或参话头，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讨论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思考一些无解的问题，然后让你沉浸在某一个思考的脉络里面，然后忽然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忽然就莫名其妙它就通了。那你想这些会很累吗？不会，就是想这些，反正精他应该神特别好。他应该是享受的吧？我觉得我很享受。他喜欢折磨自己的脑袋之类的。对，我其实好喜欢思考这一类的事哦。是，然后尤其是这个过程啊，我知道它终有一天会结束，但是我舍不得它结束，因为它结束，我可能还要再去找下一个疑问题。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解题得到答案并不是唯一的终点，对，而它的有趣的是不断解题的过程，真的。对，这个玩。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解了一个我自己这一辈子没想过的事，因为我很多时候在社交的时候，我好像都会强迫我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然后隔天就会不舒服，然后我就在想，一直这样循环，这不是一个方法。然后我就在想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有一天，那阵子我们都休息，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看那种不用动脑的小说，然后一边看，然后我是一边看那种不用动脑的东西，我一边在动脑。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件事，突然间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爸爸超级无敌爱叫我表演给他的朋友看，怎么讲？来，大家更紧没？啊，你来，冲呀这样。我都是被强迫的，可是因为我爸爸就是你如果不的话，他就会生气发脾气，或者是他就会觉得说你就不给我面子嘛，然后我就很应付的在做这些事，然后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那长大以后，你可能世故了，你以为我是很能做这件事，因为你就被训练得很好，所以你就以为你很能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的专长。其实不是的。你是打从心底压根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是，可是我从来没有察觉过这件事，所以那一次我就想到，哇，这个原来是我小时候就被植入的一个训练。我从那一刻我就直接开了，是，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我居然可以放下了，对，我再也不强迫我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那真的不是我擅不擅长的问题，是我真的不喜欢，而且我没有需要啊。我身边超多这种朋友跟你一样的问题，像我的兄弟会里面有很多那种富二代，那他们从小就被爸妈训练，把长辈都捧在手上，你知道他们出去就会把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姐姐们每个都要照顾得很好，这样你知道我光是看他照顾，你就看了就很累，我光是看了都累真的看真的。可是真的他就是一定要到有一天他像你这样自己终于看到了，因为我刚刚不是说道家就讲看到才是解决的开始，看到才是放下的开始嘛。是，所以有时候刚开始看到很痛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光看到，然后你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更大的痛苦里，因为以前你反正终究没看到嘛，对，你只是做了可能觉得累，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反而很痛哦，眼不见为净感反而比较轻松啊。对，但是我都会那时候我都会安慰他们说，其实看到会是放下的开端了，对，至少先看到，看到真的很痛苦对啊，我在25岁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的那个爱慕虚荣啊，我觉得好痛苦哦，很痛苦。那个痛苦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爱慕虚荣这件事情而已，对，而是我像我爸爸一样爱慕虚荣。哇，这件事情超级痛苦的，很难解。那一阵子我真的很难解开这个结。可是我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确我就知道要怎么去解了。对，只是真的很痛苦，在看到的那一刹那间，非常的不舒适，感觉很不堪，很羞耻。
可是你也必须真的看到，对，嗯，这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没有办法。你如果那1秒钟你欺骗了你自己，你就会继续下去。对，我其实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状态，超多，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种，不管他自己不堪的那一面是什么。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我记得好像在某一集我分享过这个故事，就是我爸有一次问我为什么我不要生小孩。那一次呢，我爸是真的在茶桌，你知道他真的就台中人都有个茶桌嘛，他坐下来，他就说：“儿子啊，你跟我好好沟通一下，对，你认真跟我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不要生小孩？”这样，那我就想说，好啊，那逃不掉了，要跟他聊天了嘛。好，那当然就是我就先跟他讲了，我觉得比较让他轻松一点的想法。我跟他说，我其实我所有的学生都是我的小孩，我觉得我现在小孩很多了，然后我也觉得我很知道我这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是什么，然后我这一辈子的功课可能不是在亲子关系里，我想，对，然后所以我没有想要生。你知道这个完全无法说服他，他也知道这绝对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坐得很安静的喝了一杯茶，他就说还有呢，然后真的知子莫若父。对，来行对，他说还有呢，哇，但是因为我也很知道我爸的个性，然后我那时候呢也真的准备要跟他说，我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就让我这样就混过去，那就过了，我们就维持这个答案，但他也就不是你爸了。对，然后他说还有呢，然后我就先跟他讲哦，我讲你不要不舒服哦，你不要生气哦，他就不讲话了。对，那因为小时候啊，就是因为我爸很有趣，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年纪很小，他就出去工作了。好，那他以前那个年代工作就是比较容易成功嘛，就你愿意工作。那我爸把我们整个家族都照顾得很好，因为他最早出去工作，然后让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在那个年代可以去念大学啊，但他自己牺牲他自己，这样。所以你知道我爸以前最常对我，像他以前逼我念书，很大的压力逼我念书，我爸都觉得说你到底有什么压力？他觉得念书有什么压力？他就说他15岁就买房子了，他说你念书有什么压力？他觉得出去打拼才有压力，你念书到底有什么压力？但是你很难跟他讲嘛，因为你知道当下在念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全部嘛。好，因为你只有念书，不然呢？对，好，然后后来呢，我爸就去深造了。OK，深造就深造了。好，那深造了之后呢，我那时候超小啊，我那时候还没有幼稚园，刚出生不久他就去深造，所以你知道我的小时候就是在奶奶家、姑姑家、伯父家，他们的兄弟姐妹感情超级紧密，因为我奶奶他们是那个从大陆过来嘛，然后在台湾很穷，然后我爸爸出去打拼，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所以兄弟姐妹都很紧密。然后我的姑姑、伯父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虽然是住在各个人的家里，但是真的都是被照顾得好，但是就是不是在爸妈身边。所以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很会看脸色的小朋友，永远我的姑姑他们每一个都真的都把我当成儿子，我叫我的大姑姑甚至就叫大妈妈哦。他们只要问我想吃什么，我就会说哦，哥哥吃什么就吃什么。从小学会的技能，因为你就住在人家家里嘛。是我的童年的经历，我就是那种小时候你不晓你可能其实根本就是小事情，你可能跟表哥跟表姐吵架。你就会觉得说你孤立无援，你就躲在棉被哭啊，寄人篱下啊什么的。对，虽然他们也对你很好，但你还是有那种对我超好，但你还是会有那种感觉。我知道，其实是对我超好。我就可怜呢，那种。对，然后所以你知道我就讲给我爸听哦，讲说其实我住在别人家的时候，我并不好过。然后呢，我自己很害怕我小时候的这个感觉。我要是有小孩的话，我觉得我会变得很变态，我可能譬如说我猜我可能就是会最没有规矩的那个爸爸，或破坏规矩的，就是因为这种就是以前你觉得没有得到的，
你可能就加倍奉还啊。对，然后我自己很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可能我没有想要有小朋友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就真实的就这样讲给我爸听。然后你知道哦，我爸马上就讲了你刚刚讲的话。我爸爸就站起来就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么不堪的事情讲出来？然后他是那个感觉，你知道他就要爆发了，他只是爆炸了，对，他只是耐着性子讲出最后这几个字，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不堪谈出来？然后他就进房间。然后你知道隔天超有趣哦，隔天他有跟我泡过茶，他都忘记了啊！我没骗你，忘记为什么忘记？他就很像是车祸，然后创伤症候群。天儿啊！这个不堪对他有多不堪？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不堪，你知道那个不堪强烈到他睡觉起来，他把大脑就把它顶立掉了，你知道吗？记忆抹去，对，他完全忘记他哇塞有跟我泡过茶，然后有跟我讨论过我，然后有过那一段，对。然后但是他从那一次以后，还有在问你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有啊，你知道我们去后面就忘记了，再问一次吗？他忘记问我了吧？对，但是没有，他后来就没有问的这么仔细。你看大脑就有保护机制，那个太不堪，他不想要再停止。譬如说我们去祭祖，好，比如说我去拜我爷爷，我爷爷在忠烈祠嘛，对，我去拜我爷爷。那时候我们快要结婚前，然后我就带依琳一起去嘛，带师母一起去祭祖。哇，你知道哦，我爸出绝招，我爸站最前面嘛，他就说：“爸，我们王家要绝后。”凯凯说他不要生，然后依琳就在后面很尴尬这样。对，这是大绝招，超级大绝招。他说祭祖的时候讲这种话，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不堪多难受，很难受，真的。你看对我妈来说，她真的就是她难受到她把它忘掉。对啊，铁铮铮一条汉子，干嘛？居然为了这个事情，当做就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我跟你说不堪哦，这件事情真的太难面对了自己。很难面对自己的不堪。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这件事情真心难，我也不觉得很多人可以。不容易，超不容易的，真心难。但是如果你可以，我跟你讲，你头过身就过了。我觉得啦，我自己就自在了。我自己做过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理解他有多痛苦，真的很痛苦，真的哇，祸血吞啊，真的。可是做完这个疗程以后，这是个疗程，做完这件疗愈的过程，它是真的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啊，就是你真的 get through 的这个过程以后，你真的会很松。真的会很松，而且那件事情不会再出现，它也不会再困扰你，因为它就是解开的开始。但它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我明白。对，但要勇敢。所以那时候哇，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我爸，隔天看到我爸反应，我有点后悔。可以明白，因为是你把它揭开来的。对，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就处在一个，依琳常常笑我，依琳就说你就是翅膀长硬了，是够顶还背啊。对，因为你知道小时候我最怕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爸很凶嘛，他就真的很凶悍，然后他真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老大啊。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你知道他的小弟其实在地方上都是老大哦。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他的小弟，我回家的时候，然后刚好看到我爸正在骂他，我爸是在大家面前一巴掌把他打到地上去，然后叫他去跪在门口。然后说我从小超怕我爸，因为我也有被他打到墙上去过，这样我非常怕他这样。然后以前小时候很白目啊，以前唯一会救我就我奶奶嘛，我奶奶永远都是及时飞来救援，然后就说你要干嘛要干嘛，然后就开始骂他，因为只有我奶奶骂他，他不会还嘴而已这样。然后有一次哇，反正就是我有一次被他骂到哦，我就仗势着，嘿，今天奶奶在家，不知道怎么样，哇，我就给他顶嘴，哇，我躲到房间去哦，我爸气疯了，我爸叫出来，然后我自以为聪明，我回房间把那个
喇叭锁锁上，然后还把那个小栓栓把它拴起来。然后就是我爸已经气疯了，我想说奇怪，我奶奶怎么还没出现？他明明就在2楼这样。我就说我奶奶怎么还没来这样？然后我爸在房间门口超火，他就说我现在给你3秒钟，你一定要马上把门给打开。然后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开了，我那时候就是事情已经太大条，然后我糟糕，对，那时候哇糟糕了。然后我就躲在房间角落，然后他就倒数，他在门口是倒数3、2、1，然后你知道1的那一瞬间，我的门就整个就被踹开了，哇！然后那个小栓栓跟那个就整个就被踹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就稍微那个多不安全，对，那个喇叭锁多不安全，不可靠了。对，然后被踹开，对，你知道被可靠的小栓栓，你的喇叭锁，对。你知道被踹开，我想说我死了，死定了！还好哇，奶奶从2楼感觉刚看到观世音一样从天而降哇，还好奶奶及时赶来救援。所以你知道我小时候真的就是超怕我爸。那可是后来我的第一个阶段跟他自我证明的阶段，就是我先违背他，因为他希望我看到我当法官嘛，因为可能我在想当法官可能是对他一个最大的救赎，因为他觉得他是兄弟嘛。那现在如果他儿子当法官，光宗耀祖啊，他应该不会去想说，我兄弟，我以后我儿子当法官，我保我一生平安，是吗？可能也有，可能也有一点对，可能也有。哇，然后就你知道我后来就大3就做方圆一脉啦。那刚开始他也不晓得，他知道他也是超火，气死了。他一知道就先把所有金源都断掉，因为他觉得说反正我肚子饿了。就得回家这样，好，所以那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等到我真的慢慢的，也就真的就是养活我自己了以后，就是站起来，就是依林就说你就是翅膀硬了。因为就有一次我印象也很深刻，就一个大过年，我每年过年就回家陪他过年。然后那个过年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还有一些祈福组的单要出啊，问题要回啊，他就一边泡茶就一边回。然后那时候他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就一直在忍耐了，因为他看我在回讯息嘛。好，最后他就受不了，他就说：“哇，就你最忙，跟我喝茶，一直看手机，就你世界上就你最忙。”然后好呛哦，对，超呛。那要是我以前，我就手机就鼻子摸了，丢到赶快里面去，这样丢到冰桶里面去，对，就把它丢掉。我那时候也在观察那个小时候的害怕嘛，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要让他的意思。而且你知道，手机里面每一个简讯都是一个订单的。然后我就先很认真的跟他讲说，我没有在玩手机，在工作。然后这个答案很明显，他并不满意，他也很不满意这样。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我很没有智慧的回答以后，温度就迅速就升温了，对，就迅速就升温。我还有一个很小的妹妹嘛，你知道通常什么事情都那个妹妹出来就没事，那天妹妹也没用。你知道那时候是妹妹和我妈跑去躲起来哦。因为他就觉得我们应该炸掉，对，就是要对决了，要对决了。然后所以哇，你知道我妹就到房间一直打电话给10，她就唯一可以让她降温的事情，找一个。哇，你知道10马上就冲到我家，然后因为我爸看到10，他就整个就稳。找个媳妇嘛，哈，就第三方公证单位。我爸就马上上车，油门一踩，超大一声，车子就开出去了。这样我永远都记得10来我家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不是？”对。然后他就跟我说：“爸爸现在这样子，如果心脏病发，或者是他一声出去就车祸，你会后悔一辈子。”他说：“你不要为了证明你自己。”做了什么后悔的事？我整个都就醒了，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哇，我当下真的太没有智慧了。
我就只是一直想要把以前的某一些害怕、委屈我只想处理我自己的部分。其实没有，那时候完全没有更高的智慧，知道其实有更好的处理方法。这样理解，完全理解。对，我觉得10根本就是他生命的观世音哦，他绝对是，我就说他是我的上司啊，是不是？但我觉得人生就是在某一个阶段，你就很难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想证明，去表现一些什么，或者是去反抗一些什么。可能因为以前不敢反抗。对，以前不敢反抗，然后因为你不敢反抗的时候，你可能就缩小了某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道家讲的不放大不缩小，因为你缩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会被放大。我觉得我那时候在跟我的爸爸对抗，其实就是某一种放大的过程。对，太没有智慧了。后面几年就照顾爸爸临终嘛。对，新这几年，我觉得我有很多都是在跟他和解，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不够有智慧的部分，这样。对啊，所以都祈愿我们有更多智慧，因为我相信一旦同理了他其实也一定超多痛苦嘛。像你知道我前阵子看了一部电影，看的这是金马奖入围那个老狐狸，我一个好朋友监制的。那时候老狐狸我在看那个陈木易这个角色啊，哇，我整部电影一直想到我爸。可以理解。真的，我一直想我爸，就是他从一个很穷，然后打拼，变成一个就是老大，变成一个有钱人。然后你知道他小时候所有教导我的观念都是很冲突的。他又想教我善良，但是他又让我知道善良会被别人欺负。他又想要教我老成，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想要让我多保有一点天真。所以他从小他就是在两个角色间他非常非常冲突，很矛盾的，很矛盾这样。对，所以我看了那个老狐狸，我就想说哇，就是老爸，哇，我想起你这只老狐狸了。那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爸妈教小孩大部分不都是矛盾的吗？但是他刚讲那个点有趣啊，就是你教我要善良，但是又要告诉我善良会被欺负。对，哇，这个是什么？但他某个程度上也是希望你不要跟他处在某一个这么不良善的环境里面。你知道他是所有我从小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冲突。譬如说，你知道我跟他出去就是如果是我先丢了钱给乞丐，他就会说你钱太多。对，他就说你真伤这样，你钱太多。但是我为什么会丢钱给乞丐？因为他永远都是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赶快去丢钱给乞丐。对，其实我是在模仿他。可是你看，他明明看到我做这个动作，但他又不希望我浪费，或者是就是，但他自己遇到他也就忍不住就对。然后，但是你看到他做的时候，他都没有要让我们看到。因为你知道他的这个，他完全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他不可能让我们看到，因为看到了就跟他平常教导我们的完全相反。但是永远他都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赶快过去，或叫小弟过去，赶快一人发100块，永远都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定有很大的痛苦，因为他太矛盾了。对，是吗？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因为你是他儿子，所以他爱你，他想要保护你。没错，那他也想要教你很多保护自己的方法，但他太爱你了。但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或许又不希望你跟他一模一样。另外一方面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保护他自己，所以他能做这件事但他在还没确保你能够分辨或是能做保护你自己这件事情之前，他不会想要教你做这件事。也有可能性。我都觉得说他这种矛盾的角色，他自己真的也很矛盾。因为你知道他会骂我一句话一般人应该都不会这样骂。就是譬如说我喝酒好了，我长大学会喝酒，他会骂我说你是要变成我是不是？对。这是等一下，这是一个可以拿来骂人的一句话这什么鬼？对，什么天儿啊！你是要变成我是不是？你再喝啊！你是要变成我是不是？对，这样子可以这样骂的。你知道他真的是非常，你知道我爸是非常严格哦。我爸其实是都不希望我跟他的所有朋友、小弟这些
他都不希望我们有任何往来。我从来没有被他的司机接上下学过。对，他不想要你沾染那样的，他不希望，他就觉得我们是读书人。他就觉得说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然后我爸一直告诉我说，跟他们交往没有好下场。对。真的，你是想要变成我是不是？他在某个程度上应该都在保护你了。对，没错。对，不要受到那个影响。哇，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幽默了，对，好有趣哦。这个话真的是你是要变成我，你是要变成我。但他某个程度上，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是在否定他自己的某些部分。对啊，他是吗？我就说他就是极端冲突。这种幽默真的发生在我们爸爸这种角色上真的太多。你知道我那时候翅膀硬了，刚开始学会品味生活，有一天就带着我爸要去一个我们以为的台中的老咖啡厅，真的超老，一个几十年的，叫做老树咖啡。有，你上次有讲。对，超好笑。然后我们想说，哇，带我爸来品味这个维也纳咖啡。一进去，我爸超火，我爸说：“你们来这里干嘛？”我就说：“我们喝咖啡，这老咖啡厅啊。”我爸在门口就说：“以后这种地方少来。”我想说为什么？就是咖啡厅啊，老牌子呢，干嘛？对，就我们才一走进去坐下来，就马上有年轻人过来，就过来进。对，然后我爸就说：“你们点啊，今天点什么都不用付钱了。”然后我们就点了，果然就是我们去付钱的时候，所有费用都已经被结掉了。然后后来我爸还跟我说，那个就是人家在瞧事情的地方，小朋友来干嘛？想说要去那里浪漫一下，给个就那是他们平常瞧事情的地方，给个你爸平常瞧事情的地方也太高级了吧？老树咖啡瞧事情，太好笑了，真的，我们完全不理解哦，在门口我爸就很不高兴，就说以后这种地方少来。对，我们还以为那个是以前那种你知道 old school 的这种，没错，带我爸去体验一下老树咖啡，笑死！还有什么蜂鸟吗？鸟之类的，对，类似蜂鸟。我刚才看到这个大凯老师他们方圆一脉每一年都有一个年度法宝，对，今年的年度法宝是这个它是一个香塔，叫做涌钱香，涌泉的涌。涌出钱的香，涌钱香。这个听起来不错。谐音就是有钱香。它上面它用了东西方的财富香药，譬如说雪松，譬如说檀香，譬如说金箔，还用了天然的碳粉，因为你知道碳就是碳嘛，就搞碳呢。对，然后所以点香这件事情在道家非常有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知道我每次滑这些短影音啊，我永远都会滑到有一些人告诉你说绝对不能在家里点香。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什么点香好兄弟会来啊，好兄弟就是在吃这个烟啊，吃这个灰啊。我跟大家讲，好兄弟没假假卖啊，真的。你点好的香，其实它反而植物和矿物的能量是会支撑起这个空间的。所以，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为什么今年没有，因为你知道我们前几年的法宝都很有趣嘛。对啊，有万象龙龟，有心流日晷，根据那一年的心法。对，今年为什么是一个香？就是因为今年我们刚刚讲流年契机是要由内而外了。流年契机是要扶摇直上，所以今年其实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讲俯瞰很困难，对，我们刚刚讲要顺势而为，你要怎么俯瞰，你要怎么顺势而为，都跟你的意识很有关系。而其实点香的这个意识，在古道家就是拿来放大你的意念的仪式，点香的这个动作。因为你点香下去呢，它会马上从一个点变成一条线，然后马上变成四面八方全面扩散到一个空间，它就象征着你的意识上升扩散。所以其实点香是扩大意识的方式，是道家拿来跟空间跟宇宙沟通的媒介。对，所以它是一个提升自己意识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就请师母就是在2024年用了这个我刚刚讲东西方的香药，就是都是跟你的财富能量跟意识放大有关的香药，做了这个涌钱香。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让这个涌钱香可以在2024陪伴大家，就是帮助你坚定放大你的意念。这样如果已经听了几年都知道说每年的道家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许愿时刻，那个时刻是
一个很有趣的观测所推测出来的。那个时刻我会带着所有方圆的学生做许愿的这个动作。所以今年呢，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也欢迎你就是一起跟我们加入我们许愿的这个仪式。小年夜是不是？对，所有用到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组每年的这个开运祈福组里面，他会帮你备好涌钱箱，会帮你备好所有要净化空间的东西，连许愿卡片都会帮你准备好，然后上面会记载什么时候许愿，什么时候开工，然后开工会用到的春联，我开光过的春联也都会全部都会在这一组祈福组里面，每年就只有限量300组哦。OK， 限量300组而已哦。对，我们每年都是做300组。对，有兴趣的人待会可以去资讯栏研究一下。没错，像因为婷婷不是说你变得比较敏感吗？对，然后我送你那个悬念这个小盘香，这个对，悬念的小盘香是第一个，我就是方圆最早出现的香品。我拿汉朝的这个配方，一开始是让同学们在练功的时候要降低干扰用的，它就叫做悬念小盘香。对，这好可爱呀！你知道要用的时候要把它分开，对吧？我不知道啊。那还好，那我要告诉你，它就像是蚊香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因为我可能从小就用，我就想说这应该是 common sense， 可是真的有很多人都说，喂，你们香烧好快哦，它这样一饼烧了，哇，5分钟就烟很大。这个盘香要分开来，对，那个盘香是要从中间这样子分开，分成2个，它是分成2个就跟那个跟蚊香是一样的，对，它是分成2个，而且这个悬念小盘香的盖子，这盖子一翻开，它就是一个防火棉，它就可以直接点在盖子上。对，所以它可以分开的。对所以它是要这样，它是要分开哦，应该是要这样子，然后把它放在上面，对，你就点了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所以像真的很像驱蚊它如果对了，它如果2个放在一起，那真的会起火吧？会起火，会换楼，换楼啊！懂了。我想说我亏家好换楼，换楼，没错，会换楼。这样懂。所以是要分开。还好我告诉你，有讲对，它就很快就被我烧完。这个配方汉代就有，就是来辟除所有的瘴疠不正之气。所以你知道以前这个配方反而被广泛运用是用在什么时候吗？古代因为医药不发达嘛，你知道古代瘟疫流行的时候，古道家就会用这个配方分送给邻里，希望祭除去辟除空间的不正之气，就是疫气，就是瘟疫的疫气这样。它是一个非常质朴的味道。对，有很多，如果你有被干扰，很好，非常好木质调的味道。对，你今天很沉默，你今天为什么异常沉默啊？我今天很沉默啊。你今天有点沉默。对啊，但我今天都有一直在。你很补充说明啊。你屁啊！你很努力在喝酒而已。就我很舒服，我要听大家讲的很棒，我就是就认真喝酒就好。我今年疑惑特别多了，是真的。对，他最近问题比较多。为什么叫我最近疑惑比较多？疑惑比较多我逢人就抓着一个人，我就很想要问他很多问题。什么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之类的这一类的。然后对你来说，执念是什么？当你的朋友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你没有想过我的心情？对，真的，我每天要回答很多很奇怪的问题，而且有时候睡醒就要来一个问题。兄弟，你不容易。对，不知道哪里来的。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给的建议就是，还是要保持这么轻松，然后自在的态度去享受现在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感觉，因为真的就是它还是很棒的体验。其实我也会思考一些一般人可能从来不会思考的问题，譬如说我在小时候练功的过程中，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或听到很多一般人听不到的东西，声音。像你看到的时候，你马上就会问自己，这个是真的吗？就像是我们讨论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那但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对啊，你的眼睛看得到的才是真的吗？对啊，看不到就是假的吗？是啊，对啊。那但是其实，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难道是真吗？它其实只是我的某一种幻觉或幻听。对，我懂。对啊，其实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我知道，我昨天晚上有类似的感觉。幻听不是，我就类似的体验，但是完全体现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对，我昨天晚上在
重灌电脑，对，我再重新格式化一个外接的 SSD 硬碟，是，然后它就挂掉了。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它是真的挂掉还是假的挂掉？我就试了很多方法，对，忽然有一秒我确定它是真的挂掉了，对，但我同时间又不相信它是真的挂掉了，我又尝试了一个新的方法，是，然后尝试完我就放着，我想说大概没救了，我明天来想新的办法。隔天回去看好了，什么内容？你看没有？你看我们3个讲的本质哦，这是很有趣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3个人的问题其实都是对方完全不能够理解，对，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在处在那个状态。对，真的真的。对，我们是但本质上它或许是接近的。对啊，太有趣了。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有趣。我之前有过一个短影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老天爷对我来说是公平的。我这样子的人，我这样的人，我如果面对所有的苦难，那是因为我扛得起，因为我开始相信我自己了。是，可是如果我现在得到所有的好，那是因为我值得，那是因为我开始肯定我自己了。我觉得这个体会很难很难很难。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聊2023年的流年契机的时候，我有跟你分享过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因为你说我们的体验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没错，对啊，我觉得是，的确是，这个是我就是想要这么深刻的过我的人生，我想要知道我每一分每一秒我在过什么样的日子，我知道我要知道我的血现在你知道温度多少，我就是想要知道，这个就是我想要体会的，我想要体验的。这个你知道以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我好舍不得它结束。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好珍贵。没错，这是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很饱满，然后我可以这么疑惑下去，但我又同时觉得自己很满足。通常听到这样的论述的时候，你就真的有认真的在体验，这是超级重要。对，因为体验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棒，真的这个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事件它都会是以后你的的一部分。你知道我们刚刚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啊，我要经过那个书啊，你知道我就看到那个很经典的那个绘本，就是那个大圆满失落的一角和大圆满啊，你知道对我来说那个就是道家的经典，你知道吗？真的，对我来说它就是道家的经典，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正在想要圆满我们自己的路上，无论是在这一辈子的意识流，或是下一辈子的意识流。譬如说现在你正在经验这种热血，每一滴血我的温度都要知道它正在运行的状态，很有可能下一次你所想要的体验就是哇好轻松哦，什么都不用做，可是它终究就是会把它都体验完。所以我们就在体验好多这个细节，所以真的就是在每个当下都是很棒很棒。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你势必会感受的比别人更多，是不管是好的、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所以你害怕结束这个体验，你舍不得结束，那你会害怕死亡吗？我不会，对，那就很棒了。我觉得因为他不用害怕，因为他终究会来嘛。但是他只是想要站到最后一刻。对，我觉得他的个性应该是想要站到最后一刻。啊，没有，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就算死亡也不用怕，因为死亡以后所有体验都是会延续的。对，只是肉体的体验结束而已。因为我太爱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太爱体验的这个过程。是，而且因为我我知道过程非常的艰辛，就是你知道爬天堂路就是很苦，对，可是你就想干这事，就爽啊，很爽，我就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的确是我抠来的，因为我觉得他爽。所以我要告诉我自己，我现在负债几千万都是我自己想要的，所以我接下来要想办法把它还完，这也都是我自己找的真的。明年赶快每天点有钱香，我多送一盒给我们的。笑，我觉得每一年听那个大凯聊那个每一年的流年契机啊，我都觉得好有趣哦。像我们这几年这样录下来，每一年，我更在每一年里面，尤其年末之时，更看清楚自己耶。对不对？这就是很棒的爬书的过程。真的。而且我觉得要每一年都要听，对，才更有趣。去看到赶快把前几集去看到前面几年讲的跟我们前面几年的状态，对啊，然后你去对照，然后今年，然后接下来要讲明年，哇，这个很有趣。所以因为像我们每次在讲流年契机啊，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在这去年录制那个短音的过程，你知道有很多则都是下面都战翻了。对，譬如说我会开玩笑叫大家说不要去算命。对，比如说我不准我的学生去算命啊，被下面战爆了。然后我录了一集短影音，然后告诉大家就是通灵这件事情，道家就是不赞成，就是道家其实不是反对这件事情，只是因为道家就是知道，像譬如说为什么会有算命，算命就是把这些气机流向，把你的人的这些各部位的气机把它符号化。所产生的一种推演吗？那所以他当然他根据你推演出来告诉你一个结果，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他其实可以改变，可是他要什么？他要决心，他不是嘴巴讲一讲改变就会改变。对，所以就是这是很重要。所以我每年来这边讲流年契机，其实我并不是想要跟大家讲说道家的这个技术多厉害，其实这完全不是重点，因为纵使你没有预先听到这个流年契机，你明年还是会身在其中啊。对，所以重点就是说你感受到了以后，你怎么样去体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或者理解到这个流年契机之后，你怎么样运用你自己的方式跟你自己的能力去想办法把你自己活得更精彩。没错，它只是提供给你一个相对应的方向而已，但你还是要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人自身的修炼，我觉得是这样。对，因为终极的目标就是你希望圆满所有的体验嘛。我们都在收集，我们都正在打怪，我们都希望圆满的这些体验，然后希望过关。对，那如果你可以有从这里面获得一点点好处，让你知道说原来你接下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得到的帮助比较大，对，那就太棒了。就是我们今天又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顺势而为啊，是，对啊，我说我前几年常讲一句话，就是觉知永远走在觉醒之前，就是你要先有觉知，你才会 wake up。是，对。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这里，我们在讲一件事，就是时间的观念。对，时间的观念，它是点状的，对，它不是线性的。对，你现在这一刻，你的觉知，对，你就能够改变过去，也可以改变未来，你也可以改变未来。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用语言去传递的。没错。但去年在这里，今年也在这儿。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领会，就是我去年在跟你聊的时候的那个当下，我有一个觉知，我觉得我当下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再更深刻的挖掘我自己。我只有那个意念，是，我也这么做了。是，我这一整年都处在这个状态里面。是，每一个月我都跟他讲说，我觉得我这个月怪怪的。可是我其实都在这个过程里。可是这个时刻，
我突然间有一种感受，是我知道我的未来是因为被我2023年跟你聊的那一刻的那一瞬间，那个 moment 改变了。是，我现在可以深刻的领会这件事，因为不知道你知道那种觉得自己领会到什么叫顺势而为这件事情很难欸。真的很难。我觉得我的未来都会因为我的今年领会到了顺势而为这件事，而有非常多的改变。会的。所以明年就是扶摇直上嘛。明年所有的宇宙能量从外部开始往外移转，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把握最后2023的这个尾巴。我觉得就是在向内收拢的年份，我们好好的把梳理，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对你的事业、你的关系、伴侣关系等等，再进行一次梳理。然后明年有很多机会，你可能是可以把目标放在某一些全新的发展上面，也可以是趁着这个直上的契机来俯瞰一下你的人生，然后好好规划我们下一个5年、10年，我们究竟想要在什么位置上。有这个我也蛮有领会的，就是我有一阵忽然感觉到我的现在就是我过去的所有的决策，或者所有决定，或者所有的投入所累积而成的，就是现在。对，但如果现在不好，大概就是我前几年可能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决定没往对的方向，或者 whatever 一切。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决定某些事情，它有可能未来就会带我到某个地方去。是，就是当我感受到，我原来我现在就是其实就是我过去的累积这样。但我刚刚要讲的东西其实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转念啊。某种程度上，觉知永远走在觉醒之前，其实觉知就是一种转念。你改变的不是你的未来，也不是你的过去，而是你自己。跟你的过去跟你的将来没有什么干连啊。那将来还是你自己。对，你的过去跟你的将来都是你自己，但是你改变的其实是因为你自己。当你有意识，你要把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那个当下，其实你就已经改变了过去，你也改变了你的未来。没错，这就是道家的想法。当下的自己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对，就是临在当下嘛。你去年一直在讲的这4个字，没错。其实这个临在当下，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悬念的。没错，对，它就是你自己。对，它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永远都在，突然间固执就来了，有没有？就是如果你非常固执的一直在你自己的情绪里头，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你也改变不了你的将来。没错，终于，把这些东西融在一起，有没有啊？好吧，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今天有收获，真的把这想通，感觉可以开庙了。可以。门口等一下门口要放个香油钱，对，重点是放个香油钱的，真的哇！今天这个整个都通了，我觉得我改变有对我自己，哇，超棒的！我觉得每年跟大凯老师聊天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对啊，然后就想办法从他身上偷学一些什么，真的有没有？不要放大，不要缩小，但这个我都可以记很久，因为我觉得这概念超棒的。而且他说，明明汉克第一次提到说这就干话没有，我跟你说，还原如实的大小，你知道这句话他用了多少集吗？讲了超多点的，但我都有 credit 说这是讲，他用了好多集，我都有说这是我从大凯老师里面听来的。他几乎每一集都讲还原如实的大小，这一句话超好用，你不懂这有多好用。我们今天谢谢大凯老师，感谢大家。2025年。好，希望2025年再跟大家分享2025年的流年契机。好，那个2024流年契机叫扶摇直上。All right， 拜拜。拜拜。